有人花钱让我来取你性命，哼！一个杀猪匠的女儿也值得我亲自动手。话太多。主子，此人是平津侯府的假千金杜锦秋派来的。他得知您才是侯府真千金，怕您威胁到他的地位，所以派人暗杀您。有意思。您的亲生父亲是平津侯府的侯爷杜文生，母亲是主母柳氏。当年柳氏因为产后身子虚弱，被奶娘钻了空子，所以一个奶娘敢偷换侯府的嫡出大小姐，过了这么多年才被人发现，此事恐怕没有这么简单。我的修为一直卡在了化神境，想入破神境，恐怕要彻底了却这尘缘才行。主子，您要回侯府，您可是夏国的护国神女，整个夏国的安危都在您的掌控之中，连皇帝见了您都要跪拜行礼。您若是就这么回去，倒是小小侯府高攀了。以真实身份回去，如何能看透人心呢？传令下去，不得向任何人透露我的真实身份。是。哎，大小姐就在前面的杀猪匠家，快来快来！可是凤瑶小姐，恭喜了，您的真实身份是侯府千金大小姐，快随我回去享福吧。好。小姐，侯府到了。我听说这新来的大小姐是个杀猪匠，粗鄙不堪啊！杀猪匠，那肯定是个女张飞啊！这也太丢侯府的脸了吧！难怪侯爷不让她走这门。这是女张飞吗？这气质和长相比锦秋小姐还好。是啊，这么好看。怎么回事？这大小姐都回来了，怎么没人出来迎接呢？岂有此理！若是知道您来，就是皇帝也得出门跪迎。想不到一个小小侯府，竟然敢如此怠慢。一个杀猪匠的女儿，身份低微到侯爷连正门都不让她走，竟还敢妄言皇上迎接她，痴心妄想。小姐，这府里人如此怠慢，咱们还是从侧门进吧。这都过去几个时辰了，怎么还没有把瑶儿带回来？我的心肝儿，这些年在外面受了那么多苦。娘，您先坐下。也许是姐姐不愿意回来，这才耽搁了。哼，她还有脸不愿意回来？一个杀猪匠养大的，一定是粗鄙不堪的卑贱村妇。侯府肯认她回来，已经是她烧高香了。侯爷怎么能这么说瑶儿？她可是我们的亲生女儿啊！要不是那奶娘当年给换错了孩子，瑶儿才是侯府嫡出的大小姐。要我说呀，错了便是错了。锦秋是你我亲手培养的千金贵女，从小知书达理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又是京都极负盛名的才女。如今换回来个杀猪匠，侯府的脸都丢尽了。哼！父亲，您别这么说姐姐。姐姐虽然从小杀猪，是粗鄙了些，但只要足不出户，养在府中，也不会被人诟病的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要将瑶儿藏在府中，不对外公开她的身份？哼！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什么心思，你就是想霸占平津侯府嫡女的身份不还。哎呀，父亲，
我也是为了侯府的名声着想，没想到母亲居然这样看我，我还不如死了算了呢。哎，锦秋，有父亲在，那杀猪匠永远别想和你争侯府嫡长女的身份。那个杀猪匠的女儿怕是回不来了，我已经请了大夏破灵境的第一高手去杀她，她不可能还活着。哎，好了。小姐，你是？你是我的女儿，瑶儿。母亲，我的好女儿，娘让你受苦了。这不可能！母亲，肯定认错了，她怎么可能是杀猪匠的女儿？何况我不是……何况什么？何况你不是派了杀手去杀我？你对我女儿做了什么？你对我女儿做了什么？姐姐为何一回来就污蔑我？这个不是我的金饼。你就是凤瑶，刚回来就构陷妹妹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侯府的金饼都是有数的，请各房清点查一下，不就知道这金饼是从何而来的？这点小事，侯爷也需要人教吗？侯爷如此偏颇，确实不该，还不赶紧去查！侯爷、夫人，前段时间府中失窃，想必这金饼定是贼人偷走的。就这般巧合？这肯定就是巧合。好了，小贼而已。既然回来了，就安安分分。还请侯爷尽快禀告陛下，昭告京都贵胄，瑶儿才是我的亲生女儿。某些人只不过是鸠占鹊巢的假千金。他呀，从小在杀猪匠家里长大，还需要好好教教规矩。以后再说吧。父亲，明日便是皇后娘娘的百花宴，各国使臣、皇亲贵胄都会受邀参加。不如我先带姐姐去见见世面，对外就说姐姐是侯府表小姐，如何？百花宴上，敌国使臣必会前来挑衅，只要我略施小计，你就会死无葬身之地。也好，明日你入皇宫，一定要听锦秋的，不许丢侯府的脸。我才是母亲的亲生女儿，为何要以表小姐的身份参加？对，瑶儿是侯府的嫡出大小姐，凭什么要说是表小姐？一个杀猪匠，你不怕他丢了侯府的脸啊？你好了，这件事就这么定了。杜文生，这件事就这么定了。青雨，妹妹可要小心些，小心伤了脸，明日宫宴无法见识。瑶儿，我的好女儿，是娘
没有保护好你。您给了我生命，我很感恩。若非为了您，这侯府没有回的必要。这杜锦秋没什么好心眼，跟那个恶毒的奶娘一样。明日入宫，千万要谨慎小心。我会的。嗯，什么郑国将军府少将军，如今不过是叛国被贬的奴隶。哼，我看整个京都都没人愿意赎你，你就乖乖的给我踩在脚下吧。锦秋，你不是和萧庭云有婚约吗？要不要为他赎身？是啊，锦秋，你们侯府和他们萧家不是有婚约？谁和他有婚约？一个奴隶还配得上本小姐？赶紧把他给我弄走，别脏了皇后娘娘的百花宴。这人在故意隐藏实力，有意思。今天我就打死你，也没人敢管。奴隶，谁出钱就归谁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归我了。这女人是谁呀？那萧庭云可是叛将的儿子，他怎么敢赎？不知道，跟着平津侯嫡女来的。傅瑶，你别生事端，若是丢了侯府的脸，父亲绝对不会见饶你。聒噪！我的腿！你谁呀？敢从本少爷手里抢人？当今贵妃可是我亲姑姑，你如此绝色，他就是我们侯府远房的一个远房表亲而已。我是平津侯府的嫡出大小姐，她杜锦秋不过是奶娘的女儿，偷来的身份而已。她竟然是假千金啊！她平时看人也是鼻孔朝天的，总觉得自己爹是侯爷，看不起我们。没想到她居然是下人生的女儿。凤瑶，一会儿百花宴开始，我要你死！原来是平津侯府的人，看在你不知者无罪的份上，本少爷不跟你一般见识，让人把这个奴隶乱棍打死，一会儿再陪着本少爷喝一杯酒，这件事就算了。他现在是我的人。他怎么敢的呀？好，好的很，你给我等着！哼！你知道他是谁吗？纪国公世子，当今最受宠的纪贵妃是他亲姑姑。你得罪了他，父亲会打死你的。姑娘，你
你为何宁愿得罪季家，也要救我？你可知道，一旦得罪了季家，对于品监侯府来说，可是灭顶之灾啊！一个季家，还伤不了我。传闻平津侯府真千金是个杀猪匠的女儿，可她身上的气质与灵力，可不是杀猪匠能有的。有意思，借着她的身份留在京都，也是个好办法。这位就是那个平津侯府后来的真千金呐。谁知道他身份是真是假？就是他怎么回来？也没给他留位置，瞧他那样，真是阴魂不散。现在乖乖跪下，给我磕头求饶，我还能放你一马。小姐，平津侯府那位的位置本该是你的。他做过了，脏了。姐姐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，这百花宴的位置都是工人提前安排好的。姐姐，那个位置是空的，你可以坐在那里。啊，那个是皇位啊，这怎么能坐？小姐，萧庭云，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。他居然真去了！莫不是疯了？这，小姐，那个位置不能坐。这个位置为何做不得？疯了吧他？找死啊！他有几个脑袋可砍的呀？坐了龙椅可是杀头的死罪，你就给我等死吧！皇上、皇后娘娘、贵妃娘娘驾到！小姐，那是龙椅，快下来！原来这个位置不能坐，不知者无罪。我不知道，杜锦秋你也不知道吗？这个位置可是你让我坐的。那可是你自己愚蠢，非要坐在龙椅上，和我们平津侯府无关啊！你说是吧，世子？哼，当然，一个蠢货而已，自己找死，我们可都看见了。你们说是吧？我们刚刚看见了。对，是的。对，我们都看到了。是啊，就是。蠢货，自己非要坐龙椅找死，还不赶紧滚下来！一会儿看你怎么死。还以为多难对付呢，果然只是个杀猪匠的女儿，愚蠢至极。皇上驾到！参见陛下，皇后娘娘、贵妃娘娘。众卿平身。何人如此大胆，见了陛下不跪拜，竟还敢坐龙椅？来人，拖下去，杖毙！啊，慢着！护国！护国神女竟然来参加宫宴了，难道是神女听到我与皇后的祈求，亲自出山了？神女，江国得到了上古魔琴，要借着百花宴来我夏国生事。若我夏国无人能弹得动那把琴，必会招来灭国之祸。求神女出山，庇佑我夏国能度过此劫。
陛下，他是我父亲刚从外面找回来的，不懂规矩。他做龙椅的事和我们平津侯府没有关系。陛下，我作证，是他自己要做龙椅的。陛下，这种蠢货拖下去砍了得了。这个蠢货，平日里用搔首弄姿的手段就算了，今日还想把这种手段用在神女身上，找死！皇上都生气了，一个臣女居然敢做龙椅，简直就是想谋权篡位！来人啊，还不快把他拖下去，乱棍打死！谁砍？这么强的威压，果然，他的身份并非只是杀猪匠那么简单。皇上，你也觉得我想篡位，要杀我吗？这绝对没有啊！真是好张狂的蠢货！皇上要杀你，难不成还要问你的意见不成？什么人？那就是寻常人碰一下都会灰飞烟灭的上古魔琴。对，江国的人过来，明显是挑衅我们夏国的。一会儿就把凤瑶这个蠢货推上去，让他被那个魔琴震碎，灰飞烟灭。夏国皇帝，听闻你们的百花宴，我江国陛下特命我带着上古魔琴作为贺礼，不知大夏国可有人才能为您演奏一曲？什么？这硕大的夏国连个有胆接琴的人都没有？我记得夏国曾经的镇国大将军萧振声可是接近化神境的1等1高手，难不成萧家叛国后，夏国没人了？看来这夏国还真是后继无人了。可我江国人才济济，蒸蒸日上。既然你们没人敢接着琴，以后你们就得以我江国为尊，每年给我江国纳贡。朕亲自。我姐姐，我姐姐愿意将功赎过，为陛下弹奏古琴。啊，对对对，他一个杀猪匠，有的是力气，让他接那把琴。护国神女，她会接吗？只要神女出手，我夏国必能躲过这次灾祸。愣着干嘛？还不赶紧去！那把琴是上古魔琴，修为在化神境之下的，根本承受不住啊！姐姐，只是弹几下琴弦而已，你不会不敢吧？杀猪的，知道你们大夏没人，让一个杀猪的上来送死。你们大夏还真是行啊！一把琴而已，拿过来吧。小姑娘，劝你别自寻死路。这把琴，没有修为的普通人碰一下就会灰飞烟灭。聒噪！这怎么可能？她真的只是个杀猪匠。这个女人修为不低，但想弹动魔琴，依旧是自不量力。我等着看她怎么死。她怎么能接住那把琴？没关系，只要她不自量力，触动琴弦，必死无疑。倒是把好琴。怎么？怕了？不敢了？
这怎么可能？他不就是个杀猪匠吗？到底是什么人？是吧，好琴？这琴是我们教过的，以您的灵根，怎会无法触碰这魔琴？还愣着干什么？去把琴拿回来！可他……别管他是什么人，把琴先拿回来！好！上古魔琴居然认主了，这个女人果然不简单。皇上，魔琴认主了，真是天佑我大夏呀！魔琴认主了，天佑大夏呀！魔琴怎么可能认一个杀猪匠为主？难不成这琴是假的？既然这把琴他能碰的，那我更加能碰的。姐姐，这把琴根本不是上古魔琴，而是假的吧？不知死活。怎么可能？凭什么你能碰那把琴？你到底用了什么妖术？你连根平庸，还妄图想触摸这魔琴，没死也算你命好。这可是上古魔琴，不是什么人都能碰的，还不赶紧退下！丢人现眼！你就是平津侯府的凤瑶吧？你就坐在那里，今日你能弹得这把琴，就是我大夏的功臣。什么？你居然让他做你的凤仪？他只是个杀猪匠而已啊！不过一个座位而已。本宫说他做的，便是做的。既然他是我大夏的功臣，自然做得了这高位。这女的真的疯了！皇后跟她客气一下，还真敢做。我将国陛下不过是想试探你夏国有无勇士敢触碰魔琴，这把琴是假的而已。假的？这把琴居然是假的？难怪他一个杀猪匠都能弹奏那把琴。连自己的位置都让出去了，结果琴还是假的。这个女人是个隐患，绝不能留。陛下，臣早就看出来这把琴是假的，所以才故意试探。没想到姐姐明知道这把琴是假的，居然还敢欺瞒大家。陛下，念在姐姐只是杀猪匠，不懂规矩的份上，你就饶了她这一次。这个姑娘肯定早就知道这把琴是假的，却故意欺瞒，欺君可是死罪。这琴是真是假，朕自然会分辨清楚。此次江国送过来的大礼，我们大夏收了。身为平津侯府的假千金，占尽嫡女荣华，却处处针对凤瑶，真假不分，真是丢人现眼。臣女错了，臣女不敢了，臣女还不赶紧退下！今日本想让他出丑，借着皇上的手除掉他，没想到竟然让他大放异彩。不行，这个杀猪匠绝对不能留他。
小姐放心，都安排好了。拿命来！小心！护驾，护驾！还挺能装。姐姐她杀了使臣，江国使臣死在咱们大夏，两国往来不斩来使，江国一定会派兵的。是啊，这咋办？这怎么办呀？这下该怎么办？陛下，姐姐她杀了江国使臣，这事让我们大夏陷入万劫不复。皇上，此女斩杀来使，绝不能留。陛下，凤瑶斩杀来使，绝不能姑息。胡闹！你们可知道他是谁？陛下，她不就是平津侯府流落在外的嫡女？听说是被杀猪匠养大的，粗鄙得很。难道身份还有什么特别之处？是啊，陛下，她只是杀猪匠的女儿，仗着自己有几分蛮力，此次弹奏魔琴只是侥幸。他可是我大夏的护我国。确实是杀猪匠，那又如何？方才江国使臣拿魔琴挑衅我们时，你们有一人敢站出来吗？是啊，江国使臣挑衅的时候，你们谁敢站出来了？既然凤瑶敢出面，就是我大夏的功臣。今日百花宴，朕要论功行赏，封平津侯府嫡女凤瑶为护国郡主。什么？陛下，她不过是平津侯府的一个嫡女，如何担得起郡主之位？行了，你想忤逆朕吗？这个小妖精到底什么来历？为什么皇后和皇上对她如此偏袒？难道她是皇后故意找来勾引皇上的，想让这小妖精入宫与我争宠？不行，我得在她入宫之前先想办法毁了她。你是萧家的？陛下，他是被贬为罪奴的萧将军之子萧庭云。今日你护驾有功，想要什么，尽管开口。陛下，罪奴只想跟着凤瑶小姐，别无他求。准了，夏国皇帝，我江国使臣死在你夏国，你就等着我们江国出兵吧！我江国的铁骑一定会踏破你夏国皇城。走！斩草除根，方能永绝后患。与其放他们回去通风报信，不如让他们彻底闭嘴。毕竟死人的嘴才最严实。皇上，他简直就是疯了！3位江国使臣全部死在我大夏，江国若是知道了，必将以此为理由挑起战争，到时候必将生灵涂炭啊！陛下，他疯了！江国挑衅我大夏，也非一朝一夕了。镇国大将军满门被杀，唯一活下来的少将军武功被废，贬为贱奴。江国欺辱我大夏无人，恐怕早就蠢蠢欲动了。你放肆！萧家那是因为叛国被仇家所杀，证据确凿。你真是好大的胆子！
季贵妃，我说萧家，你慌什么？心里有鬼。陛下，此女简直罪无可赦。她站上来时，就是个江国正大光明攻打我大夏的理由。这种乡野村妇，断不能留啊！陛下，江国使臣挑衅我大夏威严，妄图趁乱弑君，杀他们名正言顺。凤瑶有功，继续赏黄金100两，绸缎100匹，良田1000亩。多谢陛下赏赐。凭什么皇上要封她为郡主，还赏赐这么多珠宝？你可知郡主之位是世袭，只要你能顺利成为平津侯府名正言顺的嫡女，她一死，你就能得到她的一切。我已经安排杀手去侯府杀他母亲了。柳氏一死，我父亲会立刻将我娘接回侯府做正室，到时候再随便选个由头，说我也是侯府的亲生女，那我就能顺理成章的拿到她的一切。陛下，她一个被杀猪匠养大的乡野村妇，如何能受得起郡主之位和那么多的赏赐？够了！你是想忤逆朕吗？季贵妃，本宫看你越来越不懂规矩了。果然，皇上的心还是早就被这狐媚给勾走了。大小姐、二小姐，夫人出事了！我娘出什么事了？何事如此慌张啊？有刺客入府，夫人遇刺，身中剧毒，大夫说无力回天了。陛下，您看看，这种毫无礼数又不懂教养的女子，行了，闭嘴吧。陛下，匆忙赶回去又有何用？我请的杀手患有南疆剧毒，就算神仙也救不了他。这会儿，父亲估计已经迎娶母亲入府为新主母了。陛下，臣女家中有急事，先行告退。小橙子，快带上圣旨赏赐，还有太医赶去侯府，务必要治好平津侯府夫人。是。不是说我母亲中毒病危吗？这侯府怎么在办喜事？小姐，奴婢不知。看来柳氏已经死了，父亲已经要迎娶我母亲入府了。小姐，那柳氏怕是到死都不知道，你本就是侯爷的亲生女儿。只要凤瑶那个贱人一死，这侯府的一切，包括她郡主的身份，还有那些赏赐，可就全都是我的了。小姐，夫人不在房内，他们把夫人送去哪里了？快进来吧，把东西放下。以后啊，这间屋子就要换主人了，好好收拾收拾。我母亲呢？谁知道呢？可能已经被拖出去埋了吧。以后这侯府啊，可就换女主人了呢。小姐，小姐！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我母亲呢？大小姐，求您放了二小姐。大夫人在后院柴房。小姐，我娘要是有任何闪失，我要你们赔罪！他中的可是南疆的剧毒，宫中太医来了也救不了。
父亲嫌他死在内宅晦气。凤瑶，你敢对我动手，你给我等着！娘，夫人本来好好的，是宫中有人传信说小姐您在宫中顶撞皇上受了罚，夫人着急入宫给您求情，这才遇上了刺客。是南疆的奇毒，药石无医。区小毒而已。能轻松化解南疆奇毒，他是化神境神女。既入化神境，为何还要装作普通人来这侯府受气？大小姐，敢打我们小姐，侯爷让我们带您过去，教教您规矩，顺便再跪见一下侯府新主母，您的新母亲。新主母，我母亲还没死，我倒要去看看，她着急娶进门的是什么货色。你娘中的可是南疆剧毒，一炷香时间已过，药石无医。她一死，父亲已娶新人进门，又有何不可？我母亲已经没事了，带她回屋，照顾好她。等她醒过来，你就去找我这。都给我好好干活，用点心。是。爹娘，傅瑶她欺负我。哼，逆女，敢对你妹妹动手！爹爹，她今天入宫丢尽了侯府的脸，居然还敢直接坐在皇后的凤椅上。什么？你个畜生，还不赶紧跪下！哼，跪下？你也配？一个小辈敢这么跟长辈说话？你娘已经死了，我就是侯府未来的女主人。现在赶紧给我跪下，我还能帮你求个情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是侯府的女主人。女主人？我母亲曾是丞相千金，是多少名门望族踏破门槛都想求娶的世家贵女。你杜文生靠着我母亲和柳家的势力才有今日，我母亲还未死，你就这么迫不及待想娶一个不三不四的女人进门？姨娘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敢打我？侯爷，反了！天了，他敢打我！来人，把这个不孝女给我绑了，让她给我跪下。今日我非要好好教教你侯府家规。我看谁敢！啊，凤瑶小姐乃是陛下亲赐的护国郡主。我看谁敢！护国郡主啊，皇上会封一个什么都不懂还以相犯上、做凤仪的杀猪匠当护国郡主啊？圣旨到！逆女，给我跪下！哎，这……哎，李公公，
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侯爷，恭喜了！这是陛下册封侯府千金为郡主的旨意。这以后啊，平津侯府要平步青云了。多谢陛下。凤瑶小姐，那太医已经先去给夫人诊治了。要是没什么事情，奴才就先回宫了。在大夏，护国郡主可先杀后奏，谁想死？谁想死？这圣旨，父亲母亲有所不知，皇上是看在我们侯府公姬的面子上，赏赐了我们侯府嫡女一个郡主之位，可姐姐根本就德不配位。侯爷，皇上居然封嫡女为郡主。她只是个冒名顶替的冒牌货而已。侯府嫡女只有凤瑶小姐一人。陛下肯定是要赏我女儿锦秋。实话告诉你们吧，锦秋是我和侯爷的亲生女儿。如今我成了侯府的主母，锦秋便是侯府的嫡出小姐。对，刘氏已死，说出来也无妨了。锦秋啊，本就是我们的乖女儿，这郡主之位理应是锦秋的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我女儿锦秋才是皇上亲封的护国郡主，赶紧把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野丫头给我关进柴房！杜锦秋是你的女儿，这么说，当年趁我母亲生产虚弱，将与她调包之事，是你们早有预谋。当年你忌惮我外祖权势，出此下策。如今我外祖先逝，你欺我母亲无人撑腰，害她性命，着急迎娶她进门。杜文生，你也算是个人。这种人渣，确实算不得人。你就是一个罪臣之子，如今被贬为奴，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嚣张？你也不看看现在自己是个什么货色，别以为以前我们有过婚约，就敢如此放肆。你今天就是个狗奴才，就算我打死你，你也得给我受着。住手！锦秋，小姐，爹，好疼！爹，我的手断了，好疼！快去叫大夫！快！你这个畜生，竟对你妹妹下如此毒手！打狗也得看主人，我的人你也配动？畜生，畜生啊！既然你母亲已经死了，刘家也没人了，我看还有什么人敢护着你？来人，给我打断他的腿，关进柴房！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许他离开柴房半步。还有这个奴隶，给我打死，扔进乱葬岗！我倒要看看，谁敢动我女儿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还活着？我明明中了南疆奇毒，应该死了，对不对？
我没死，耽误你迎接新主母入府了啊！你没死又如何？如今你柳家已经没人了，还以为你是当年的丞相府千金大小姐呢。你爹早就死了。母亲，母亲，事到如今，你看清楚这些人的真实嘴脸了吗？这些畜生，该死！娘就是心疼你啊，苦了你啊，孩子，是娘没有保护好你。娘，不怪你。侯爷，他若是不死，我和锦秋就永远见不得光啊！那护国郡主的位置。今日我要娶芸娘为侯府新主母。反正你中毒身亡的消息已经传出去了，夫妻一场，我留你们母女的全尸。你们去地下好好团聚吧。来人！还好我早有准备，请来的都是顶尖杀手。给我杀了他们！好大的胆子，敢刺杀护国郡主！好大的胆子！爹，怎么办？张统领，你误会了，锦秋才是皇上赏赐的护国郡主。哼，山鸡也配想当凤凰？带走。哎，张统领，此事误会了呀。锦秋也是我的女儿啊，也是这侯府嫡女啊，而且比凤瑶还大一些，确实是这侯府的嫡出大小姐呀。此事我会亲自入宫禀明皇上。皇上驾到！参见皇上、皇后娘娘。不必进宫了，朕倒是要看看这平津侯是如何宠外室灭妻的。陛下，皇后娘娘，您二位怎么来了？是我用父亲的免死金牌求人请陛下来为我主持公道的。柳氏，上前说话。陛下，皇后娘娘，臣妇刘汝兰要告平津侯杜文生宠外室灭妻，残害妻女，将那外室的私生子与我的亲生女儿调换，还妄图买凶，害我性命。杜文生，汝兰乃老丞相唯一的女儿，身份尊贵，你竟敢如此伤她，罪该万死！陛下，皇后娘娘，误会，都是误会呀！夫人，你误会了，此事是家事，何必惊扰陛下呀？母亲，是啊，这是家事，我也是你一手带大的女儿啊，何必？你给我闭嘴！你是什么身份，也配称是我的女儿？我的女儿只有凤瑶一人。杜文生，你可知罪？陛下，臣确实不该在外圈养外室，但是绝对没有让人害他性命啊！臣不忍。你父亲为大夏立过汗马功劳，朕赐你们柳氏免死金牌，定会为你做主。说吧，今日之事，你想如何处置？臣妇，慢！我们夫妻一场，你不能对我赶尽杀绝呀！臣妇要和杜文生和离，他这平津侯的位置，也是我父亲用军功换来的，还求陛下收回。
好，既然如此，朕同意你们和离，削去董文生平津侯爵位，贬为庶人，赶出侯府。你我夫妻一场，不能和离，不能和离呀！自作孽，不可活！陛下，这侯府不如就改成郡主府，让凤瑶和汝兰继续住在这儿。好，谢陛下，皇后娘娘。赶紧把他们都赶出郡主府。是，站好。汝兰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是你夫君呀！汝兰，我也是你不能这么对我！今日之事，多谢陛下，多谢娘娘为我母亲做主。神女为何突然下神山来这侯府？有凡尘俗事未了，需先安顿好母亲。那神女有任何需要本宫与陛下相助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瑶儿，今日多亏了你，让我看清那人渣的真面目。娘错过你18年的陪伴，往后娘一定会好好弥补你的。娘，这些都不是你的错，你的毒刚减，还需要好好休息。秋霞，带母亲先回屋休息，这侯府的事就交给我来处理吧。能够轻易化解南疆的奇毒，应该是化神境之上的神女吧？为何要故意隐藏身份留在京都呢？难道只是为了安置母亲，处置人渣吗？能看穿我的身份，想必你的身份也不简单吧？郡主说笑了，我都已经这样了，又能如何不简单？真能忍，萧庭远。传闻大夏镇国将军府少将军萧庭云天赋异禀，出生便是通灵境的绝世天才，会这么容易被人断了灵根，心甘情愿当一个奴隶？郡主多虑了，我也只是个废人罢了。侯爷，这可怎么办？那个野丫头刚一回来，刘汝兰那个贱人就如此狠心，居然请来陛下。放心，我手中还有筹码，我们输不了。爹，那个凤瑶现在顶着护国郡主的名头，对付她就更难了。你速去季家，将这封信交给姬傲。还好当初老爷花银子给我置了这套宅子，不然咱们真的就要露宿街头了。哎呀，我怎么舍得让你露宿街头啊？你来做什么？这个宅子是你用我母亲的嫁妆在外偷偷置办的，我来收回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你这个畜生，还要对我赶尽杀绝啊！我可是你爹！我是我娘生的，你是不是我爹，谁知道呢？你简直粗鄙不堪！这种混账话都说得出口！一个杀猪匠就应该死在山上！把他们给我扔出去！这里的一砖一瓦都属于我郡主府。是。别过来！放开我！把这给我拆了，该扔的扔，该卖的卖。凤瑶，你这个逆女！哼！
放开我！回来，你个逆女！娘娘，你们都退下吧。娘娘，皇上带着皇后出宫了，他们去了平津侯府。您猜的没错，皇后正是利用那个女人迷惑陛下。陛下现在对凤瑶十分宠溺，偏爱有加。一个粗鄙的杀猪匠，真不知道陛下喜欢他哪儿。娘娘，皇后那么聪明的人，自是知道这杀猪匠的性格不拘小节，正是宫中娘娘们所没有的。陛下吃惯了山珍海味，难免需要一些萝卜白菜，调剂一下口味。你说的对，这凤瑶是万万不能再留了。但是现在陛下将她封为郡主，无论明里暗里都不好下手。娘娘，不如您将她赐婚给季少爷。季少爷是您的亲侄子，等她嫁过去，让她是死还是活，不是您一句话的事儿。季少爷最擅长的就是让人死得悄无声息。传本宫口谕，将凤瑶许配给纪国公府世子季傲，择日完婚，让季傲带着本宫的口谕，亲自去平津侯府下聘。是。娘，我的乖女儿，来，快来，快坐娘身边来。近日在侯府住的可还舒心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夫人，郡主，季府的人闯进来了，我们拦不住他们。郡主好大威风，国公府来人也不出门迎接。哼，长得倒是挺不错的，身份也配得上我们家世子。只是听闻郡主之前一直是做杀猪匠的，在这种粗鄙的环境里面长大，想来也不懂规矩是何物。等进了国公府，可得好好学规矩。季管家，你国公府尚未通传，突然到访，所谓何事？贵妃口谕，让凤瑶郡主嫁给我家世子季傲为妾，即刻入府。为妾？你们国公府的人脑子让门给夹了？你就是，让我们郡主为妾，你们国公府简直欺人太甚。季贵妃可是皇上最宠爱的妃子，她膝下的九皇子更是才华横溢，是储君人选。让你嫁给国公府，那是抬举了你们。让你嫁给国公府，那是抬。我的女儿绝不为妾，带着你的东西滚出了郡主府！再敢来，打断你的腿！你还不快滚！滚！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！哼，吃罚酒。请吧，我郡主府不欢迎你们。哼！慢着！郡主是想清楚了？也对，毕竟是皇上亲赐的郡主，让你为妾，确实是委屈了些。我回去禀告世子，让他提你做贵妾。夫人，这国公府的管家是不是虎啊？招惹小姐，这不是找死吗？这国公府简直是欺人太甚。不过，这国公府和季贵妃确实权力滔天。你这个打我！我可是国公府的管家，国公夫人的亲弟弟。季贵妃和世子不会饶过你们的。
你们给我等着！给我等着！不杀了，斩草可要除根呀！我不杀走狗，脏手。瑶儿，这季贵妃怕是不会善罢甘休啊。娘，不用怕，有我在。你们给我等着！好几个凤瑶，居然敢动手打我！你都给我等着！这个管家可是国公夫人的亲弟弟，杀了他，嫁祸给凤瑶。是。凤瑶啊，凤瑶，你的死期到了。能从我手中逃走，实力不弱呀。主人，我被发现了。他的实力在我之上。主人，您已是化神境高手，整个九州只有2人突破化神境，难道这个侯府真千金就是另一位化神境神女？交代你的事情，都查清楚了吗？九皇子与姬傲暗中勾结，在皇城外的斩龙坡秘密屯兵3万，皆是精锐。且国公府与江国有密信往来，早已勾结。哎，郡主，小姐您在里面洗澡呢。慌什么？哎呀，这是南域，他还能直接闯进来不成？小姐，有事？这伤好的挺快，是比常人要好得快些。主子，您自求多福吧。不是属下不救您，是这神女真打不过呀。小姐，你们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，小姐不好了！国公府的姬傲带人包围了郡主府，说您杀了他们国公府管家，要抓您问罪。这是陛下御赐的郡主府，你们国公府凭什么来抓人？凤贵妃口谕，捉拿杀人犯凤瑶，她杀了我国公府管家，就是陛下也保不了她。你国公府管家离开我郡主府的时候还好好的，怎么就死了呢？你出手狠辣，在宴会上杀了江国使臣，如今又打死我国公府管家，下人都看到了，我看你怎么狡辩！带走。你一个奴隶，敢挡在本世子面前，慢点儿，慢点儿！打狗还要看主人，我的人你也配动？
你柳氏免死金牌已经用过了，我看你今天怎么护着他！贵妃口谕，凤瑶杀害无辜，其罪当诛，可先斩后奏，给我杀了他！还真是上赶着找死啊！上啊！你绝不可能是杀猪匠，怎么能有那么强的灵力？你到底是谁啊？想死，我成全你！他现在还不能死。凤瑶，你别以为你隐藏真实实力，我就查不到你的真实目的。你们给我等着，走啊！哎呀，快点儿！废物！他发现你不简单，一定不会善罢甘休。哼，我倒要看看他们还有什么本事。我的腿！世子，那个凤瑶杀了吗？杀了！你看看我的腿，就是他打的。这个凤瑶就是个粗鄙村妇，竟然敢把你伤成这样，绝对不能饶了他！你个蠢货！你不是说他是杀猪匠吗？宴会上的魔琴是假的吗？我今天差点死在他手里。他分明就是个有修为的人，而且修为绝对不会低。这怎么可能？他就是被杀猪匠养大的。世子，那咱们就更不能留他了。当初在宴会上他带走萧庭云，现在想来，肯定不是偶然。说他真的那么厉害，现在又站在萧家那边，恐出变数。你说的对，我现在就入宫找九皇子，咱们的计划得提前了。对，得禀告九皇子，这个凤瑶就是个变数，必须得尽快除掉。九皇子身边高手如云，杀他个凤瑶还不简单？那个杀猪匠，没想到真的是天赋极佳的修行者，凭什么？绝对不能让他继续活着。你是萧家的孩子吧？来，快坐下。夫人，我现在是奴籍，不配。萧家与我父亲是世交，你外祖在的时候，我们两家定下婚约，只是可惜，你萧家遭此变故，我柳家也沦落至此。啊，说起来，你和阿瑶还有婚约在呢，都是一家人，没有外人。我与小姐有婚约？夫人，可我现在是奴籍，配不上小姐。既是长辈定下的婚约，又岂会因你如今的身份而嫌弃你？只要阿瑶愿意。娘，我暂时没有成家的打算。我在山上的时候就一心只有修行，我这人天生感情淡薄，不适合成家。阿瑶，这些年你一个人在山上修行，苦了你了。娘，我不苦，我有师父，还有同门师兄弟，他们都很宠我。夫人，小姐现在是郡主，我与小姐虽有婚约，但确实不般配。我只愿做小姐的奴，一生一世
是凤小姐。你这孩子，阿瑶又岂是那种嫌贫爱富之人？娘，我不想成家，我就想在家陪着你。你要是不想在这儿待着，就给我出去。夫人，小姐啊，就是嘴硬心软。方才小姐还在南御房与萧公子。你刚才看错了，那是误会，误会。小姐突然闯进南御，还看了我的身子，真的不该对我负责吗？阿瑶，是真的呀？没有，不是娘。阿瑶，我看庭云也不错。等过段时日，我定入宫求陛下取消了他的奴籍。娘，打住，我们去吃饭啊。既然小姐不愿意对我负责，那就算了。毕竟啊，我萧家现在无人，我也只是奴婢。阿瑶，你既然对庭云有意思，就不能只缠人家身子，你得负责。陛下口谕。凤瑶郡主，陛下口谕，传您进宫。可是宫中有什么急事？陛下着急让奴才传您进宫面圣，说是有大事发生了。李公公，这到底是有什么大事呀？娘，在家等我吧，不用担心。早去早回。神，江国的大军已经到了我大夏的边关了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你先退下。不用，他留在这边。你们几个先退下吧，守好御书房，任何人不得打扰。是。萧将军在时，江国数十年不敢进犯我大夏边关。萧将军一死，江国便蠢蠢欲动。陛下难道没有想过，萧家叛国一事，乃是冤案吗？唉，朕也曾怀疑过，若不是念及到这镇国将军府的功绩，怎么会留萧庭云一条命？可将军府满门被杀，又送出了大量的铁证，加上百官弹劾，朕不得不下旨降罪啊！陛下，萧家满门被杀，这事情本就蹊跷。我父亲乃大夏第一高手，若他真有心叛变的话，又怎会不带着一家老小叛逃呢？怎会在将军府被杀？萧将军是我大夏的第一高手，朕也纳闷，是何人能在一夜之间杀光将军府满门的？是啊，除了你萧庭云一人不在家，幸免于难，其余男女老少一个不留，连襁褓中的婴儿都未留活口。只怕江国出兵只是个幌子，这京都怕是也要变天了。真相很快就会揭晓。我也想看看，到底是谁杀了将军府满门。贵妃娘娘，季少爷带人上门提亲，那个凤瑶不仅拒婚，还打死了国公府管家。现在陛下又把他召入宫了，反了他了！本宫要杀了他，杀了他！娘娘息怒，你去告诉九皇子，咱们的计划要提前。是。谢谢你，一直帮我。我不是在帮你，我是在帮大夏，帮我自己。我外祖父对大夏鞠躬尽瘁，我娘也是大夏人，我想让她在大夏安度晚年，大夏就不能起战争。如果我没猜错，神女
应该是破境困难，所以特地下山了却凡尘俗世。不装了，整个九州大陆，除我之外的化神境神尊，天启。与你一样，我的境界也在化神境停滞不前，家人惨死，真相不明，所以下山了却凡事。你父亲是大夏第一高手。能在短时间内将萧家灭门，此人一定也是化神境高手。看来，有人突破了化神境，却一直躲在凡尘，隐藏实力。这也是我同样隐藏实力、潜伏在京都的原因。化神境高手，鱼上钩了。真是没想到，化神境的神女竟然也会下神山干扰人间俗事。既然来了，何不现身？凤瑶，既已入化神境，就不该再管人间俗事，回你的神山，否则我要你娘死无葬身之地！藏头露尾，说明他怕身份暴露。应该是我们身边熟知的人。身边的人会是谁呢？走了，快回郡主府。娘，哎呀，不知是何人在门外放了这个巫蛊娃娃。娘听说。当年萧家满门被杀的时候，门外也放了这么个巫蛊娃娃。娘，没事。现在可以确定，今夜我们遇到的那个人。就是杀害我萧家满门的人。我的身份暴露，你又同我在一起，他们这是狗急跳墙了。我的人查到，这季家与江国往来密切，季傲与杜文生都是九皇子阵营，我父亲是太子阵营的。九皇子若是登基，就必须先除掉我父亲这个隐患。有没有可能，这化神境的高手？就是九皇子。若这个九皇子真的天赋异禀，他的母妃又是皇上的宠妃，那他没有必要隐藏实力，他只需要足够的出色，那么皇上会上赶着把皇位传给他。那倒也是。这个人就算不是九皇子，那一定也是九皇子阵营的人。也许杜文生和杜锦秋这两个蠢货。会是我们的突破口。夫人，这个好看，这布不错。哎呀，夫人好眼光啊！这可是上好的云锦呐。老板，这块布我要了，多少钱？你。这匹布10两银子，仅此一匹。二位，10两银子我要了。老板，哎，哦，哎呀，好啊！
100两银子，价高者得。我出150两银子。娘，爹现在哪有这么多钱？九皇子不是私下给了他些银钱，都放在你这。那是九皇子让爹用来打点关系的。我不管，我绝对不能输给他们。 200两银子，300两银子。好，300两银子卖给这位夫人了。嘿呀，给你。多谢了。我帮老板高价卖出这批布，这是他给我的利润。娘，走。凤瑶，没想到神女也会开玩笑。神尊不是也挺会装惨卖乖的吗？呀，多谢世子这次给了这么多银子，你回去转告九皇子，那笔钱啊，我一定用在打点官员上，让他放心。好，您请。啊，锦秋，九皇子给的银钱呢？给爹300两，爹去办点事儿。爹，那个钱，娘拿去买布匹做衣裳了，正好300两。什么？你？娘，爹，你怎么可以打娘？你打我！你居然为了300两银子打我！当初是谁说跟了你这辈子吃穿不愁的？现在居然为了300两银子打我！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？你说呀，说呀！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？好了，你个没良心的！好了，闹够了没有？都给我回去！我不回去了。你居然为了300两银子打我，你都被侯府赶出来了，身无分文，那我也跟着你，你还打我！爹，都怪那个凤瑶，是她哄抬物价，才导致我们损失了300两。等您大事一成，我定让她生不如死。哼，走吧。杜文生和姬傲私下往来密切，今晚绑了杜文生，看看能不能问出些有价值的信息。哎呀！说，九皇子身边化神境高手是谁？什么化神境？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你是什么人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可是平津侯，千金把我放了！再不说实话，废了你的双腿！这是亲爹吧？我说啊！九皇子身边最厉害的是他的暗卫，只要九皇子有危险，暗卫就会出手。至于是不是化神境，我也不清楚啊。脱光他的衣服，送去醉香楼。醉香楼的老鸨自会找芸娘拿钱赎人。哎，那这芸娘还不得把你爹生吞活剥了呀？他才不是我爹。今夜，你亲自去一趟九皇子府，试探一下那个暗卫，到底是不是我们要找的人。试探出来了吗？九皇子暗卫实力很强，但离化神境还相差甚远。不是那个暗卫，那会是谁呢？
对了，九皇子与季贵妃在皇城外屯兵，有逼宫的打算。我们要告诉皇上吗？你早就知道他屯兵要造反，那人入宫却没有明说，你不就是想看着他们父子互相残杀？萧家满门被灭，皇上降罪萧家，你对皇上还是有恨的吧？的确，我原本的计划是看着他们父子相残，两败俱伤，让大夏因为皇帝的昏庸而走向灭亡。但现在，我改变主意了。为何改变主意？大夏在，你母亲才能够安享晚年。毕竟倾巢之下无完卵，大夏覆灭，你母亲也一定会受到牵连的。那就携手，一起将这个人抓出来。好。对了，等事情结束了，你有什么打算吗？等一切结束，陪我娘走完这一生，我也就了无牵挂了。到时候，我大概会重回神山。你呢？等查到杀害萧家的真凶报仇后，你有什么打算？我呀，执念消除，我回去继续修炼喽。小姐，小姐，出事了！小姐，出事了！小姐，出事了！城外的叛军已经打进皇城了，现在包围了皇宫。皇宫里现在都是九皇子和季贵妃的人。小姐，不好了，侯爷不，那个杜文山带着杜锦秋和姨娘闯进侯府了，说要夺回属于他们的银线，把夫人和你赶出去。知道了，还真是沉不住气了。看来皇宫已经沦陷了，这大夏皇帝也落在叛军手里了。那你也太小看我这个护国神女了。放心吧，皇宫里我早已经安排了人手，皇上短时间内不会出事。若是你我二人没有阴差阳错的相遇，恐怕现在我们会是敌对关系吧？对上我，那你肯定输。对上你，我已经输了。哼，有事，当初你做事那么绝，可想过会有今日啊？杜文生，你还真是小人得志，这就迫不及待的来炫耀了。我就看不惯你这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这侯府你早该退位让贤了，还以为自己是什么侯府主母、郡主母亲呢。今日我也让你看看，什么叫做风水轮流转。母亲，老爷，他敢打我，他居然敢打我！那我也让你知道知道，什么叫做尊卑。我为尊，你为卑，一个上不了台面的东西，也配在我面前耀武扬威？侯爷，刘氏，还以为你是丞相府大小姐？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你这副清高的模样。如今大夏已经变了天，我将会是大夏的丞相，哈哈，而你只是个下堂妇。哟，一个被休弃的庶民，敢这么跟我母亲说话？你配吗？怎么动不了？动不了啊！你用的什么邪术？这不可能！就算你灵根天赋高，也不可能有这么强大的灵力。锦秋，锦秋，锦秋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爹，是你，你有灵力，你没有被废灵根。你们
就只配跪在我母亲面前。秋霞，上去教教他们规矩。一个破坏别人家庭的外室女，一个上不得台面的私生女。我可是侯爷，你敢？我打的就是你！秋霞，那你再欺负我们家夫人！刘氏，你欺人太甚！最该打的人就是你，凤瑶，你们嚣张什么？边关战乱，皇上的兵马被江国牵制，九皇子的人已经包围了皇宫。这大夏已经是我们的天下了。这侯府的主母本就应该属于我。柳氏，你若还想活命，现在就跪下来求我，也许我还能求求侯爷给你一条生路。赶紧放了我们！你们都是死人吗？给我进来！给我杀了他们！你果然是装的，萧庭云，你别忘了，我才是你的未婚妻，我们两个有婚约。如果你还想让我嫁给你，就给我杀了他！你啊，还真是愚蠢的可笑。从始至终与我有婚约的，都是刘老丞相唯一的外孙女真千金凤瑶。你一个赝品，还真以为自己是凤凰了？对啊，与庭云有婚约的是我们家阿瑶，你算个什么身份？只是个冒名顶替，还不知道感恩的蛇蝎，庭云岂会看上你？娘，这个时候就别再提婚约了。这段婚约呀，可是你外公与我祖父亲自定下的，这也不能作假呀。萧庭云，你这时候捣什么乱？萧庭云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杜侯爷这腿这么快就能下地了，看来那晚我下手还是轻了。什么？那晚帮我的人是你？你个畜生，不孝女！你想弑父啊你！你也配为父？带着你的外室和私生女，回去告诉九皇子和季贵妃，他们的计划不会得逞。萧庭云，你这可是欺君，你根本就没有被废灵根。你们都给我等着，我这就入宫，让九皇子治你们罪。这主母迟早是我的，你们给我等着，我们一定会讨回来的。等着！阿瑶，京都怕是要变天了，这宅子就给他们，咱们赶紧离开京都。万一叛军真的谋权篡位，咱们就走不了了。娘，坐。娘，我这次下山就是为了让您安安稳稳的度过晚年，京都不会出事的，相信我。可是皇宫被包围了，边关也起了战争，大夏怕是气数尽了。娘，我可是大夏的护国神女，守护大夏是我的职责。阿瑶，你是大夏的护国神女？主人，你派人死守郡主府，务必保证柳夫人的安全。是。主人，我们的人已经按照您的吩咐，带皇帝从密道逃脱，暂时不会有生命危险。青羽，你留在郡主府照顾我母亲。这里是我唯一的软肋，绝对不能出事。是，主人放心，青羽定拼死守护夫人。九皇子手上的筹码，修为可能在你我之上。我从小天赋极高，被师父带去昆仑山，本以为突破了化神境，能够短暂与家人团聚，却没想到传来了家里满门被灭的噩耗。既然不能与家人共享天伦，那便为你和柳夫人谋一条路。宝
保佑2个孩子平安回来，保佑大夏。季贵妃，你撺掇九皇子谋反，你该当何罪？皇后娘娘，如今这皇宫内外全部都是我的人，你们乖乖束手就擒，写下退位诏书，我们还能给你们留个全尸。畜生！朕早就应该想到你们母子狼子野心。你说，萧家人是不是你杀的？萧家满门确实是我们杀的，萧家谋反的罪证也是我们一手谋划。萧家不死，父皇你怎么会孤立无援呢？你。季贵妃，我们还没输呢。你知道她是谁吗？她就是我们大夏的护国神女，化神境高手。姑姑，化神境神女，这怎么办？护国神女，这怎么可能？娘娘，萧天一也没有毁掉根基，他是化神境神尊天启。2位化神境高手，母妃，这可怎么办？父皇身边有2位化神境高手，我们毫无胜算。孽障，还不赶紧束手就擒！化神境高手又如何？你们以为我们就没有筹码了吗？季贵妃，你手中的筹码也该交出来。他们还有筹码？能杀掉萧将军满门的，一定也是化神境以上的高手。果然，他们手中也有化神境高手。可是，这整个九州大陆不是只有你们2个化神境高手吗？有人在隐藏身份和实力吧？皇上，你也太天真了。从化神境神女愿意当大夏护国神女的时候开始，我们就已经做好准备。今日我们既然敢逼宫，就说明我们从来没怕过什么护国神女。母妃，你真的有化神境高手？他在哪儿？快让他出来啊！是啊，娘娘，你赶快把他叫出来吧。别急，他就在我们当中。上，给我杀了他们！化神境的高手，居然是你！你，居然是你！这些年隐藏的够深。皇上，要怪就怪你太蠢，根本就不配做大夏国的皇帝。皇后，这些年我假意与你争宠，实则暗中培养自己的势力。还有你当真以为我稀罕你的宠爱？这些年，我整日和你虚与委蛇，真是让我恶心透顶。季如兰，你这个疯子，你简直是疯了！皇上，臣妾竟不知皇宫中藏了这么大的隐患，就在您的身边。疯子，你处心积虑，不就是为了扶持九皇子登基吗？你要早些表明身份，能利用在正处，那朕把皇位传给他又如何？母妃，原来你就是化神境高手，太好了，有你扶持，我一定能登上这大夏的皇位。母妃，为什么？姑姑，他根本就不是我的儿子，我不会为任何人诞下子嗣。所谓的九皇子，不过是我的挡箭牌而已。疯了！难不成你想当大夏的女皇吗？错，不是大夏的女皇，而是整个九州的女帝。我季如兰有这个本领统领九州，这天下为什么不是我来做？疯了，这女人疯了！所以你就灭了我萧家满门，连我哥嫂尚在襁褓中的孩子你也不放过？那又如何？是他挡了我的路。这些年，我无数次与你父亲交好，试图让他助我统一霸业，可他呢，
鼠目寸光，不识好歹。为什么这世界就不能我们女人来做主？若大夏皇帝昏庸，你确有帝王之才，我相信萧将军不会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拒绝你。季如兰，你心思狭隘，刚愎自用，恶毒，报复心强，你根本不适合做帝王。你为了一己之私，灭我将军府满门。若真让你当了九州的女帝，这九州的百姓真是生灵涂炭，万劫不复。闭嘴！两个无知小儿，你们懂什么？你们当真以为成为了化神境就能与我为敌是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我还不把你们两个放在眼里。废话太多，今日让你为我萧家满门偿命。凤瑶，你还有心情管萧庭云？郡主府现在恐怕已经血流成河了吧？我手下所有的高手都在郡主府，你母亲现在必死无疑。凤瑶，你永远都赢不了我。不可能！你们不是刚入化神境吗？怎么可能是我的对手？不可能！你心思不正，就算入了化神境，也一直停滞不前。是你的贪恋束缚了你的手脚。他杀了你们萧家满门，亲手杀了他，你的执念就消了。就因为你的贪念，我萧家满门87条人命被你所害。萧庭云，你不想当这九州的统治者吗？与我联手，我们……凤瑶，我就算是死，也要拉着你母亲陪葬。完了，全都完了，都疯了，都疯了，全都疯了！九皇子和季贵妃已死，叛军群龙无首，这宫中交给你们了。神女，快回去救你母亲吧。就是死，也要趁到主人回来。娘，我的乖女儿，还活着就好，活着就好。娘，娘在，娘在，娘。主人，凤瑶，都结束了，叛军群龙无首，已经主动投降了，而且叛军的统领被皇上派到了边疆，与江国作战了。
将郡主府的人全部厚葬。是，小姐。娘，一切都结束了。从今往后，我就留在郡主府，好好陪着你。我们母女错失了这么多年的时光，要补回来，全都要补回来。主人，如今大仇得报，您还回昆仑山吗？当然。主人，要不您先别回去，我看您有心愿未了，回去也不利于休息了。嘿，你说，青玉，这里有上好的昆仑山灵药，有助于修行。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！此次多亏了两位。庭云，萧家的事情已经彻查清楚了，皇上已为萧家翻案，也已经写了罪己诏，追封你的父亲为昭远王，赐庙宇，接受百姓的供奉祭奠。而且边关也传来了喜报，这江国呢被打得抱头鼠窜，而且江国跟我们签订了10年的盟约，10年不敢进犯我大夏。神女可是要回神山？我会以郡主的身份暂时留在大夏，给我母亲养老送终，待一切尘埃了却，再回神山。那太好了，郡主救驾有功，封为镇国公主，其母柳氏封为一品诰命夫人。太好了，有神女的庇护，我大夏百姓一定会安居乐业，日渐强盛。那庭云有何打算？我还有些凡尘俗事未了，会继续留在大夏。好。你萧家大仇得报，你还有什么凡尘俗事未了？似乎又有了新的执念未消。你这人事儿怎么这么多？再这样下去，如何破境？修为难道就止步于此？公主殿下，您的公主府缺驸马吗？不缺。你知道你我二人为何一直在这化神境停滞不前吗？这凡尘俗事未消啊，只是其中之一。如果我们想破境，或许可以试试双修呢。你拿我当3岁孩子骗呢？想入赘公主府，没门儿！啊，真的没门吗？我爬窗户行不行啊？哎，等等我！完了，怎么办？娘，我们会不会死在这里啊？都是你，还不是你挑唆？否则我怎么跟凤瑶为敌？圣旨到！季家谋反，证据确凿，满门抄斩，立即执行，斩立决。带走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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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错了，我冤枉啊！李公公，我是平津侯，凤瑶郡主是我的女儿，求您通融一下，在皇上面前求求情吧。什么凤瑶郡主？那是镇国公主。如兰，救救我！救救我呀！看在父亲一场的情分上，你去跟皇上求求情，饶我一命吧。毕竟我是凤瑶的亲生父亲呀。如兰，我早就说过，你不配做我的父亲。我今日来只是来看你下场的。
我想问问你，你可后悔当初纵容外室，换走我的女儿，后悔妄图让外室做主母，下毒谋害我，后悔这些年的所作所为？后悔，我真的后悔了。哎呦，我是你父亲，我是你亲生父亲啊！只要你让他们两个替你去死，皇上就会饶你一命。杀了他们！都是他们两个蛊惑我。哎呀，让他们去死，饶我一命！你们看到了，像他这种自私自利的人，也值得你们费尽心思为他争一辈子。杜文生，你这个人渣，没良心的东西！我真是瞎了眼，信了你的鬼话！娘，未来的路很长，路上的风景很美，永远都不该把时间浪费在人渣身上。他不值得。娘今日在大佛寺祈福，祈求神明保佑我的女儿找到一位能够与她共度一生的良配。娘，我都说了不嫁人。你不用嫁人，我嫁，我入赘。结果我刚在佛前许完愿，就看到了庭云，这就是注定的缘分。萧庭云，你算计我娘！我也是去祈福的呀。你一个化神境的神尊，你祈什么福？阿瑶，你也知道，娘没什么遗憾，就是对你外祖，你俩的婚事是你外祖定下的，娘就是想要看着娘，娘，我娶她还不行吗？离我远一点。阿瑶，娘可不是逼你啊，你对庭云是有意的，否则谁的话都不好使，对不对？我的女儿可就交给你了。我的生命是短暂的，可你们俩是长生者，未来的日子还很漫长。我不需要你永不变心的承诺，我只要你答应我，爱的时候就用心去爱，不爱了就大大方方地告诉对方，不要有隐瞒，不要有欺骗，更不要伤害对方。凤瑶，我保证，我永远不会骗你。谅你也不敢。